片头准备，3、2、1，来了，一下就正式了。两位准备，3、2、1，说话。这里是2025年7月21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安，我是王玉。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韵玲。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7月15号5时34分，天舟9号货载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天舟9号向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送去了一份新补给。根据任务规划，目前在轨飞行的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预计将于10月下旬凯旋归来。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本月26号在上海开幕，有近800家企业参会，其中市外及国际企业占比过半，3000余项前沿展品将集中亮相。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经、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灵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比我想象的好。其实他昨天面试的时候说他喜欢访谈，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播报的。对于传统的做播、主持等等，还有访谈，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访谈，像圆桌派、13邀等等的节目我都很喜欢。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他这种成熟的这个心态和年龄有点不太相符，就我觉得他特别的沉稳。因为我昨天为什么我说他是超出他年龄的这种成熟和沉稳，很适合播新闻。建成后，它将和黄浦江相连，为更多居民增添家门口的水岸空间。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缅北白家集团白所成等21人依法提起诉讼，专案细节也首次曝光。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以罪犯白所成为首的缅北果敢白家集团为攫取非法利益，利用家族的影响力，开发建设了41个大型赌诈园区。我觉得王韵玲超出我的预期，就你看她在练习的时候的声音，比他真的播的时候其实是高一点，他其实已经很有意识地放下来了。对，涉赌资金超过180亿元，制造并贩卖毒品约11吨。就不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到最后那种小女孩的状态，完全没有。他们越来越松弛了，就刚开始第一开口的时候还有点紧绷。没办法，你去，更紧绷。好，王玉。好的，现在让我们关注一组科技信息。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神经连接的复杂性。人脑拥有800多亿个神经元。此前业界尚未绘制出单细胞分辨率的高清脑图谱，而现在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团队正试图解构这一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其中包括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绘制了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单神经元分辨率的全脑连接图谱，绘出迄今为止最完善的非人灵长类屏状核全脑连接图谱。哇，全是专业词汇。同时，这些成果深入解析了大脑细胞类型多样性、连接规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介观脑图谱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好，两位啊，宣传片30秒。我觉得还行。还行，我觉得有时候笑起来这个宣传片是可以休息的，是吧？那赶紧下一个稿子得上来啊！调整状态，后面是不是有访谈或者下一个稿子马上要准备了？这里是上海。我们5分钟的连线后回来加一道题啊，需要两位进行一个1-2分钟的编后和总结，再进结束语。我的天，临时加。至于这个编后总结是一个人说还是2个人说，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总结是2分钟啊。这个就即兴是吗？即兴了，纯即兴，你得了解刚才播的新闻内容。哦，2分钟还要自己学倒计时啊。哦，不能超时，对呀，也不能太短。这恰到好处在那个位置结束，考验即兴能力哈，深度思考，角度拓展。是在5分钟的连线之后是吗？对，在5分钟的连线之后。5分钟连线的内容，你要把这个话题了解、消化、组织完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如果有一些同学希望再把这个话题维度拓展，还要搜索资料，就会变得更难。同时2个人再连1个人，如果2个人思路不一致的话，
那这个连线也会变得很糟糕。是上海思路得一致，追问的方向。东方卫视。4、3、2、1，好，王宇说话。大家好，欢迎回到看东方。最近啊，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那就是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那么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流行买童装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主任劳国玲老师，与我们一起来交谈。让我们欢迎劳主任。劳主任您好。劳主任您好。你好。可以听到我们的说话吗？能听到，特别开心，今天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今天的看东方。那刚才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了一下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出现对于买童装这样趋势的逐渐的关注。那么我想请您为我们先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来买童装的主要的消费群体都是哪些呢？我想，其实我们已经刚刚的话语当中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就是我们的年轻人。这相当于问了一个无效问题哈。那么童装当中，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尺码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一定的交集的。王玉的第一个问题，群体是谁？实际这是一个重复问题，在新闻稿件里边已经给了，包括他自己的陈述当中也已经讲了，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效的问题。我们说女童包，假如说是1.60米的，现在有些小朋友其实他的童装也已经在1.60米以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从身材本身应该是有一定交集的人，我们可能是会有机会正好是去买童装的。谢谢劳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解答。那我也特别好奇啊，那您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成年人买童装这样一个现象的？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吧，可以说很惊奇。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说，一个是本身我们可能是身材上头本身就有一个交叉点，然后还有一块呢，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好多人其实心里是住着一颗童心的，或者说对童年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美好的回忆。那同时也有人可能还会更理性一点，觉得说童装上头包括它的用料啊，其他的染色标准，其实要求是会更高，所以也可能是从这一点上头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劳主任，那么我们成年人和儿童之间来选择童装的话，在材质上，在这个童装的用料上，以及审核和监管的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其实这一点倒是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将来假如说我们出现了某些或许是投诉或者纠纷的时候，倒真的是给我们的监管部门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在童装上的很多面料可能执行的 A 类标准，而到了我们成年上头可能执行的 B 或者 C 类的标准。这个时候我是按照它标明童装，所以我们去执行标准，还是我们说因为是成年人购买，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成年人的服饰，我去执行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倒真的是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问题。谢谢劳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解答。其实刚才像劳主任提到的这些，我觉得不管是成人的服装也好，还是儿童的服装也好，我们的质量是一定要做到过关的，这样我们的消费者才可以穿得放心，穿得安心，是吧？是的，是的。他为啥老要看稿子呢？他前台有监视器。我紧张，是想要一点确定性，低头其实是一个习惯动作，稿子里其实没有具体内容。那么同时呢，劳主任刚才也提出了，其实我们从平台方和我们的监管方，其实都有双管齐下的不同的应对措施，来面对儿童和成人之间选择童装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分丝。那我们再次最后感谢劳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再次感谢劳主任的访谈。非常感谢，谢谢，谢谢。王玉他说的东西是言之有物的，他把这个话题又深了一层，他会去从质量的角度去来分析这个现象。但是相对来说，王玉玲是他的状态是很在线，心态很稳，但是从思考的深度和对于新闻的理解来说，王玉肯定是更深一层的。对。沟通还有2分钟啊，结束语啊。那么回到演播室啊。
是我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买童装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他们的身材比较小，选择童装呢，童装的价格又会相对低一些。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成年人这个准备过吗？和监管，那么消费部门呢，还有尤其是相关的监管部门，他们怎样去进行制约，才可以让我们的儿童和年轻人都可以穿到自己想穿的童装？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的，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小事件引出一个大热点，之后在所有的服装质量环节，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应该更加的竭尽全力去做到一个监管作用。没错，你说的对，让我们成年人啊去买童装，年轻人不仅可以享受到童装的带来的舒适、便捷和文化的不同的新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穿得健康，让我们的消费市场也可以获得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新闻。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新闻就是这些。好的，更多的新闻可以关注看看新闻的客户端。如果说想要看视频，可以下载看东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我们再会。稍等啊，再做5秒，4、3、2、1，好，可以。哇，替他们松口气。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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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很好，很不错，非常好，很好。哇塞！辛苦老师们。不错不错，开门红。开门红，开门红，厉害厉害。老师们也都纷纷松一口气。稿子给我，然后下去不要交流考题哈。我们有些担心是多余的，2分钟时间给少了。结语说得很好，非常好。感谢老师们的鼓励。休息吧，休息吧，辛苦了。祝贺祝贺，完美完美完美，很棒啊！谢师姐，为你们开心。是吗？对，厉害。这个结语很漂亮。你就像他们这样的，基本多久可以上岗了就？从单播的角度来讲，一周，差不多。哎呦，1周就可以上，1周可以。但王玉吃了2个螺丝。我觉得吃螺丝这种强压的状态下吃螺丝倒是蛮正常的。对，连线之后的总结确实比我想象的好。好的多得多，太多优点要表扬了。下一组吧。哦，这个评价很高了，应该。我们都第1场都去了，你们肯定会放松一点。没有啊，谁说的？你们2个怎么划着椅子就出来了？万事开头难嘛，已经站不起来了。那个会议室休息。好，我们一会儿见。那我们把东西拿一下。可以拿一下你自己的东西。你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努力吧。哎呀，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新闻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内容是没问题的。是吗？我其实新闻那边我也有说错，就是漏读1、2个字，希望不要太明显。怎么办？我不会成为……我懒得站起来了啊！我就这么鼓励你了，没关系，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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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那你要不坐会儿？不做了，我溜达溜达。不做了，不做了。我突然觉得2个人很好哎，2个人可以互相分担一下，我完全是。你随时可以来跟我们分担。我现在一个人均摊着20分钟，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个人也才20分钟。一个人从头到尾，好处在于思路会很统一，不足在于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扛，全在自己肩上。天哪，说他们好厉害，我更紧张了。别紧张，放轻松，没关系，就这样。就这样，如何呢？又能怎？瑜伽，走吧。啊，走。师姐上，没事，你没关系。抹粉什么的了啊？就这样吧。你有水吗？需要带什么？啊，不需要，我越喝我感觉口会有点干。哎呀。好久没上主播台了，没事儿，你会在台子上熟悉稿件。好。其实，在台子上熟悉稿件还是稍微好一些的。但是现场其实有很多打扰，机位、灯光，然后老师们坐在那儿看着你。你想象一下，你复习功课，你的任课老师围你一圈。对，不能分心。对。我来了。等一下。嗨，老师们好。加油！好，我努力。给，谢谢。然后直接过来就好了，坐上去。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位置。我挑这边吧。这个是控制提词器的，
这个是控制这个提词器的，你看你喜欢哪个？然后你一共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我们的稿子有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有一些小问题。对，如果你发现哪里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说，然后我去帮你跟我们的老师说，然后去改提词器。在这里改。好，对，明白。我看一下。好。他真是一张娃娃脸。他的主要问题，我觉得形象太小了，坐在主播台上有点小孩穿大人衣服的感觉。你们对于头发什么有要求吗？没有。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形象来吧，但是可能但不会特别的那个。作为新闻主播，可能不会特别的去过于追求时尚感。明白。他这张脸播新闻是吃点亏，还是这个发型问题呢？啊，就你的观察，他换个发型会不会好一点？就像凯旋换个凯旋这样的发型吗？对，实际我觉得他可能换成凯旋的发型会更好一点。他这个就是明显在小孩装大人的这种发型感觉。为什么？为什么播新闻会吃亏？太小巧了。小巧哦，公信力的问题，信服度的这个感觉。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单人的话，这个单人稿件我是要4段都播吗？还是光播 A 或者 B？不可以，你要一个人全播完。对，好的，加油。太难了，真的是。所以这是极限考战。极限挑战。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径、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林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他们是同一个稿件，对，哦，同一个稿件，这样难度保持一致。好比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为航天员提供物资储存及空间拓展服务。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他一个人读3页 A4 纸，其他人只读1页半。OK 的，他一定 OK 的，你相信我。李雨佳就是遇强则强，就是要给他挑战，激发他的战斗欲。他专业很好的，他专业不第一吗？他不仅专业第一，而且绩点第一，对，双第一，这个真厉害。雨佳，我们时间到了。好，师姐手机给您，给我吧，可以吗？谢谢。李雨佳，听得到啊？好。然后因为这一档就你一个人，所以你就这一个机位就好了，好吧？好。李雨佳，我们就准备开始了，摇臂回来让你开口，你就说话，好吧？好。看看瑜伽。来了，5、4、3、2、1。2025年7月21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李雨佳。7月15号5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当天8时52分，天舟9号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与空间站形成组合体。推进剂科学载荷。今天它整体的语言流畅度非常好。天舟9号向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送去了新一批的补给，其中包括可支持3名航天员在轨生活9个月所需的物资、平台设备、推进剂、科学载荷等。功底的确好，好，尽在掌握之中。尽在掌握之中。断句、气口、重音，语言能力一下子把他的那外形上的那个缺陷盖住了。对。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全面展现 AI 技术前沿。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单细胞分辨率的高清脑图谱，来自中国脑科学的10项重磅成果，从结构到功能的质的跨越，终极疆域，爬行类、鸟类、非人灵长类，世界首次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单神经元分辨率的全脑连接图谱。好清晰啊，非常清晰。他不看稿件的，不用看，而且非常淡定。对，他声音像注入到我们的听众的大脑当中一样。哇，真好，真好，真好。咱播的真不错，不愧是第一，真不愧是第一。好的，对，专业非常好，念得非常好，本身能力非常强。哇，都已经征服了，厉害厉害。好，李雨佳，5分钟的连线回来啊，你要做一个2分钟的编后总结，好吧？这是临时加的啊。好，你要到时候准备一下。
新闻连线，我们是不是在本科阶段没有接受过像连线这样的训练？我印象里是没有的，就是没有练过，所以我会有点担心，心里没有底。挺替他一把汗，是不是有点？回来我们读一段口播，然后就连线啊。好的。5、4、3、2、1，好，说话。最近在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那就是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很多品牌发现，买大码童装的有不少是年轻女性。数据显示，6月某平台上的儿童户外服销量猛增了186%，在评论区能看到不少大人买家秀。那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流行买童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老师。看他怎么问了。劳老师您好。你好，你好。那其实在，这样一件年轻人穿着童装这样的服饰下，让我想到了网络平台上有人说有很多小孩的穿衣打扮非常的成人化。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吗？好问题，它可以往后延展。这倒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啊。成年人是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然后呢，小朋友的话呢，倒是穿上了比他们看上去应该说年龄更长一点的。假如是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挺好。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交叉，给了我们更多互相交汇的一个机会。对，您说到了交汇这个词，其实我想提出一点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地方哈，就是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大人穿着孩子的衣服，您觉得这种趋势除了是一种您刚说的一种融合的现象，还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像社会上的无论是在心理方面或者说是在融合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不一定是问题。偏了。比如说从心理上来说的话呢，小朋友呢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所以有时候说我们会装着自己好像老成一些，其实这还真的是从心理上挺有趣的一种现象。没错，但是我想说，如果说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因为现在他们的童装，因为这种行为，商家很多的去做了一些比较成熟的风格，那这样对于小孩子的从小的审美体验，会不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趋势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比如说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是，对，您说的没错。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提出一些担忧，因为在现在的消费市场上，如果说所有的童装都被冠上了大人服装这样的名号，是不是会对孩子的成人和小孩的一个边界的模糊是会有影响的呢？它有一点以我为主了，可能。他更多的在表达了，对，感觉在做辩论赛。你看，实际劳教授并不是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我感觉。对啊，他也明显感觉到劳教授说的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他就一直跟劳教授说，但是把自己的东西要掏出来。但是我想说，但是其实我还是。有点太预设结果了，他其实很渴望这个访谈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始终就是访谈，不要你去左右嘉宾的观点，以及预设一个观点，最后一定要绕到自己的这个逻辑思路当中来，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是新闻连线的时候，你的确没有那么多的可以预设观点的。是的，经常会偏到一个因为你对方就是不同意你的想法，对吧？那怎么办？所以你要以拿事实为主嘛。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全部。就是说，今天即便是说有部分的年轻人他会去选择了童装，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所有的童装企业今天就是说一窝蜂的就变成了全去生产成人版的，所以其实不至于如此紧张。不至于如此紧张。好的，谢谢我们的劳老师啊。虽然说现在年轻人选择服装的总结2分钟。趋势以及选择服装的品类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
会更加的去追求这种儿童服饰？我觉得最终的原因，第一点是它的性价比足够高。同样的款式，同样的材质，可能在童装区域，它的价格会相对于更低廉，而如果是成人服饰，它的价格就会变贵。那这其实就让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衣服？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能穿在自己身上去买一件衣服，我们购物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消费自由。后面乱了，有点乱了，因为他前面没有拿到足够多的信息，他后面总结的时候一定乱了，撑不起来他后面想落的那个观点，后面思路有些乱了。对，就是自己要开始找补，说什么了。1分钟，每一个个人结束。最后1分钟收回来。那其实我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将来我有孩子，我会给他买这种比较偏成人的衣服吗？其实我觉得是一句话。童装可以无龄，但不可无戒。我们需要在追求性价比、追求风格和追求好看之间，以及和对下一代的责任之间，我们需要去追求到一个平衡点，都是一个不错的体现。准备结束。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那如果想关注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的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的客户端。那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稍等啊，眼皮飘一会儿。5、4、3、2、1，好。啊，来，稿子给我吧，很想抱抱你。来，我说是。啊，不错不错，小心看台阶。有点可惜，就有点崩。对，他还是前面的观点没理顺，就后面，就是咱要说的顺，首先要言之有物。来，抱一下。老师，我觉得我最后表现的有点非常好，待会儿非常好，很有自己的思考。待会儿给你评价，我觉得。谢谢老师。不容易。应该我再努力。没事，先休息一下啊。谢谢老师。很棒啦，瑜伽。怎么了？我有点害怕被淘汰。他也有一点点不满意。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跟着我的那个本来想法的思路走，你懂吗？我懂。就是我当时本来，因为我会觉得大人穿童装这是一件社会的问题，所以呢，我会觉得我会想往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面去引。但是老师一直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所以就完全和我的一开始的那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做访谈的时候，我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来。你就会觉得有点就是受限制，对不对？对，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瑜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耳机有点留不住的感觉了。不会，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孩子他是想要表达一个角度，他是有观点的，很努力的想要去找一个新的角度和观点。只是他自己后来有点讲得乱了。他想表达太多了，超过他能够驾驭的那个数量。是。他其实给自己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他想在2分钟里有一个很深度的拓展，他想把社会心理的一些变化也纳入其中，但是表达效率上受到一些制约。对，他其实开启了一个很好、很有深度的选题，但是他有点想批判，他抱着一个评论员的心态在做采访者。我手冰凉。哦，你已经考完了？没有，我们2个是第3组。哦，现在还在第2组。对，第2个人。冰凉。虽然不能透题，但是没有，就是我们日常的内容不用紧张。日常的内容，朋友，日常真的会说前额叶皮层非人灵长类吗？这是日常的内容。而且我感觉你刚才的听了，就远处传来笛声，远处传来风笛，就感觉你的状态也很好，所以说希望我上去还能这样。没问题的呀，我们2个站着说话，不要的。你才反应过来。你说当主持人得当多久才能在上场前不紧张呢？我感觉这是个伪命题。天哪，这真是个伪命题。上场前可能都有紧张，适度紧张有利于发挥。哎呀，真是一上点情绪，立马嗓子就紧，真是立马嗓子就紧。
你紧张你就笑，像个小朋友一样说话，大家好，开心一点。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我是一只小夹子。师姐反差很大呀，反差很大。师姐真反差。对呀，第一次见好高冷啊。对，然后现在又是鼓励别人，这么萌萌哒。紧张啥呀？回去坐着吧，万一等会儿站不过呢？跟师姐搭档，我突然心里有底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没选访谈吗？我觉得那2位老师确实实力太强了。我觉得以我这个道行，可能问不住人家。为啥访谈要问住人家呢？对，好问题，好问题。师姐就是师姐。我说的这个问住是我 hold 不住那个场，我怕被他们的气场压倒。我说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哎，这个问题我之前问过那个，也是咱们学院一位老师。他说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跟对方，你跟被访者实力差距很大，身份差距很大，因为你们在一个访谈场里，你就是一个提问者，你的一切都是由你的问题质量所抬咖的。学到了，但还是知易行难。他的思路好清晰啊！哎呀，思文真好，一直在安慰子泰，真踏实。他们在哪儿准备的？他们不上来准备吗？哎，他们为什么不上来准备啊？播音之神保佑我们。播音之神。那就这样吧，再准备就曲终人散了。那为什么他们的反送能够被我们听到啊？送进来了呗，他们的话筒的声音送给我们了啊！他唱歌的声音全被代教老师听到了。你觉得这一次会给咱们安排那个叫什么突发情况吗？是想把他们都送走吗？提词器是想一个实习生不招了是吧？提词器突然不动了，采访对象不说话了，连线构成中断了。连线中断了，我这炸麦了。他们俩在闲聊啊。对，他俩闲聊，没人可以啊，心态很好。导师都很放松，懵了。那我下去看一眼，来催一下。凯旋，哎，给他们2个稿子，让他们上来吧。好。哎，老师，我们在这儿。走，师姐。来了。冲了。Sorry， 调整一下裤子。上来吧。哎。走。来了。上来了，没事，快，加油。老师，我突然有点后悔。加油。后悔什么？昨天在面试的时候说我喜欢播新闻。那你今天可以不选播新闻啊。昨天都说了，我今天自己给自己觉得下了个套，挖了个坑是吗？他跟我说，早知道昨天不说播新闻了，昨天说过了，今天不得不选新闻。播新闻挺好的，很展示你们综合能力啊，而且你们俩人。好，谢谢师姐。我们是20分钟准备时间，现在是53，然后我们是13的时候开始。晨间新闻。好。会有提词器是吧？对，会有提词器，你可以先试一试。咱们先一人看5分钟稿，然后再连线这个。我出点声没问题吧？出。各位早上好。6点整我叫你。我是子泰。哇，6点整我叫你。执行者。感觉他计划性很强啊。是。是吧？他跟子泰的风格很搭，子泰正好是执行者。对。有合理的分配。张诗文有合理的分配，5分钟看5分钟稿子，6点钟我叫你，我们再去做下一件事一起。 7月15号5月34分，有领导风采。7月15号5时30。我觉得是要这样的。我刚才还跟老板说呢，拿了一个稿子之后，从头就开始低头念，没有考虑到这个稿子后边有什么，万一发现到后边我根本来不及了怎么办？将串联白莲径、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林塘港、小黄埔、三林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白莲径、白莲经，查，我碰到这个都得查。 你看，这就好习惯，不懂的、不确定的查。白莲径，白莲。以罪犯白所成为首的缅北果敢白家集团为，这是钻取，这是攫取，是吧？攫，攫。
攫取的攫不认识啊？他在查攫取的攫。那你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咱那儿不认识字儿的人多。也可能，就像考普通话1甲的时候，有的认识的字儿摆在那里就是不认识。对，都不敢读。进一步扩充了国际脑图谱。国际脑图谱在跨物种比较时和时空动态解析方面的内涵。他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你得弄明白它的逻辑重音在哪里。绘制了非人灵长类前额产业趋势与全球治理的最新实践，成果覆盖爬行类、鸟类。猴子他有放弃的感觉，猴子他有放弃的感觉。对，他刚走上来的时候，就说：“老师，我后悔了。”跟那个凯旋说后悔了。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是这样吧？应该是吧？我觉得做新闻真的是压力挺大的，它及时性的，是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这种。我都无法想象，我当年怎么能够做那么早的早间新闻，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我觉得人可能要逼一下，逼到那个份儿上，不得不做了也就做了。类脑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时间不太多了，那我们这个你来抓紧看一下，咱们抓紧看一下双人的稿子。我有点担心子泰了，但这个稿子是真难啊。那这样吧，我来问第一个问题，然后我播开头中间这2段小的，然后你播中间这段大的，咱们双人的时候。你播2段小的对吧？我播2段小的，对，我播2段小的，直接连到问题，然后这样的话，你还有时间去捋一下你的第2个问题怎么问。你看，真有担当，这孩子挺身而出。对，邀请到劳国林老师，咱们要先想第一个问题。这样吧，先想3个问题。前面的这个，咱们先想3个问题备选，然后其他的问题从他给咱们介绍的情况里面找细节。3个问题绝对够用了。哇，他判断好迅速。对，关键是决策也很果断。张诗雯明显在主导整个的进程，有规划。身材是因为大家有身材焦虑，所以喜欢买小号衣服。我们邀请到了老师来连线。我觉得咱们不要先做价值判断，先问他问题，看他能给到咱们什么。来看一下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他的身份是电子商务研究，那他可以给到我们的专业信息是分析这一个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商务的原理，而且是对财经大学嘛，经济价值。我的建议是先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第2个再问带来了哪些经济价值和影响，你觉得呢？什么？子崔完全慌了。就是第一个先描述一下现象，让他给咱们解析一下现象，然后再问有哪些经济价值和影响，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背后是哪一些原因促成的呢？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好，这个是我的第1个问题，原因。这木头他好圈粉呀！我就很喜欢有这样的搭档，踏实啊，心里很有安全感，有谱有底。已经完全主导了。而且他有自己的一个完全关键话题的思路在里面，完全主导。而且他刚才判断说3个问题足够了，那这判断很准。你呢？你是那你觉得有什么你接下来想问的？那我就接着他说了原因嘛，那我就展望一下未来嘛。比如我说，老师，那您觉得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未来我国服装行业或者是类似的轻工业制造业在未来的发展方面，我感觉你不要，就是我感觉咱们不要把它升到太高，就是想一想。那我觉得你直接问这个趋势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他们2个是想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2个是呈现的一个整体逻辑都在里边的东西，我觉得是。你就问影响未来会怎样发展？其实咱们是一个思路。OK。OK。那现在如果中间我们抓到了有意思的点，我们自己要不要追问？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们5分钟的时间，我们是如果老师有什么我们要打断这种，也会提醒你们，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提醒你们。好。你看他的意识特别好。他对于整个流程实际心中是有数的。
他的主导性比较强，他有主播的意识。那就是我先问第一个问题，然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你就接着问第二个问题。然后追问的话，你也先开始。对，我也先开始。按照这个顺序，至少不抢。他们其实就是这个采访前的沟通做的是比较充分的。对，他是唯一一对儿。哎呀，我喜欢这女孩，是吧？这木头他好圈粉呀！不仅高冷还可爱，可爱他还专业。哎呀，李沁老师的眼光，看到这儿有点深挖了，是吧？李沁老师看到这种优秀，是不是有点看到自己的影子呢？没有，肯定有一点。不是，我很欣赏这种果决的、有判断力、执行力非常强的。像你，对吧？不，我是 P 人，人家肯定是个勾人，计划性很强，羡慕、崇拜、欣赏。你还谦逊、低调、内敛。我要不我这个缝我也排下去了，真的又多一员，行吗？那你这还有什么问题吗？两位？没有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好吧？你别忘了结束词。哪儿呢？这就是比较担心姿态。有师姐在，hold 住。好，那我们准备了啊！大平老师也准备了啊，姚碧老师也准备了。5、4、3、2、1，来，片头放。来了。两位准备，3、2、1，好，说话。2025年7月21号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早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诗文。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子泰。7月15号5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当天8时52分，天舟9号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与空间站形成组合体。天舟9号向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送去了新一批补给，期间还将配合空间站完成轨道及姿态调整，开展空间科学试验，并为航天员提供物资存储及空间扩展服务。还可以，还不错。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本月26号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时代同球共济为主题，全面展现 AI 技术前沿、产业趋势与全球治理的最新实践。哎呀，子泰可以。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 AI 基础设施、科学智能等10大重点板块，大会规模也将再创历史之最。哎呦，卡了一下。展览面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有近800家企业参会，其中室外及国际企业占比过半，3000余项前沿展品将集中亮相。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泾、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林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全长约22.3公里。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缅北白家集团白所成等21人依法提起公诉。专案细节也首次曝光，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以罪犯白所成为首的缅北果敢白家集团。哎呀，这太怎么办呀？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神经连接的复杂性。人脑拥有800多亿个神经元。此前，业界尚未绘制出单细胞分辨率的高清脑图谱。现在，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团队正试图解构这一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这些都将为理解脑功能机制等提供重要支撑，同时在脑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新一代类人脑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次系列成果实施了多项世界首次、全球率先的突破。张诗文非常大气，而且台风极其稳健。他很放松，你能够感觉到放松。好，两位5分钟连线回来啊，我们需要两位做一个2分钟的编后总结啊，再做结束语。千万不要放弃，别放弃，千万不要放弃，一定战斗到最后一刻。编后总结我先开始吧，我开始完了你来收场。哦呦，怎么样？可以吗？好，扛住啊，扛住啊！3、2、1，来，诗文。最近，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
很多品牌发现买大码童装有的不少是年轻女性。数据显示，6月某平台上的儿童户外服装销售量猛增了186%，成人平替款吸引大量消费者涌入。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流行买童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老师，接下来我们将开启连线。欢迎劳国林老师。劳国林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欢迎劳国林老师来到看东方。那么最近我们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有很多成年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很喜欢买大码童装，尤其是在6月份某平台数据上显示，大码童装的这个购买率是翻了186%，呈现了这样一个数字增长状态。我们想请劳国林老师为我们做一个阐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呢？老师，漂亮，给事实啊，给数据。挺有意思啊！一段时间来，其实也一直有耳闻说很多人在买大码服装，但是呢，究竟这个情况如何？其实我们会发现，平台的数据给出了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答案，达到了180几，也就是说，这个数字还真的是不少。我想今天很多女性或许说，也可能认为通过购买大码服装，其实我展示了另外一点，我身材还没有走样，我的身材其实还是可以的，包括有心理上的暗示，包括有其他的各方面的因素。今天让我们看到了用实实在在的平台数据，给关于购买大码服装一个真实的一个佐证。漂亮，终于等到这儿了。对，跟他们的内容接上了，你看都笑了。对，姿态跟进。所以说，其实是扩大了人们对于服装的选择。是的。那老师，您看，像很多年轻的女性，其实是买大码的童装，其实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身材还不错。那么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据我了解，都有点轻微的颜值焦虑或者身材焦虑。那您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哇，好。精彩。如果是说颜值或者身材焦虑的话呢，我们或许这段时间也蛮喜欢用焦虑这个词。如果说我们不再太多用这个词，因为有时候工作中焦虑也已经够多了，那么生活中对于颜值、对于身材，我们就改作说对它有更高的要求，其实会更好一些。这劳教授也太厉害了。教授厉害，厉害。是的，劳老师太好了。所以也因为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今天愿意说女为悦己者容，愿意去做一些打扮。当然这打扮中大家有时候还会说，我今天不再是一定追求我们国外大牌，我们的国货潮品今天也在崛起。但同时其实还有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年龄是在朝上走，但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心理年龄没有同步跟上，这个地方有时候是一种紧张，但有的时候也会说我们保持着一颗童心，那么用这件童装让我们的童心同时也一起展现出来。今天我会觉得从这点上来说，还真的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给他引了一个特别好的收尾的落点。好的，感谢劳国林老师。感谢您带来的精彩分享。那刚才您对于童装为什么会成为年轻女性的消费选择这个原因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回答。刚才劳国林老师确实做了信息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不仅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原因，比如说大家去购买服装可能不一定是出于女装的质量不太合格这样的原因，也可能是一种身材焦虑的反面，就是展示我们的身材，女为悦己者容。那么同时也对于未来的童装发展去打下了一针这样的强心针。可能有一些童装的生产厂家会认为，以后不仅可以接到童装的单子，也可以去服务于女性消费受众。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么在童装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给原来的女装发展带来一些份额，去挤占他们的市场份额呢？当然这些问题我们是要交给市场来决定它未来的发展走向，让消费者来做判断。没错。哇，他总结得好好呀。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1分钟，提前了。对呀，这个算播出事故？当然了。哦，这就很大事故了。后面得有人给你垫片子、垫广告、垫片花。直播的话，真的就是。对呀。哦。再见。
再见。好，稍坐一会儿啊，5秒钟啊，4、3、2、1，好，可以。你应该让他们没补足的时间一直坐在那里。不行。还差多久？还差多久？接1分钟吧，还缺1分钟，还缺1分钟，还差1分钟，缺1分钟。我好像听不清耳麦的频率。我也是，我这耳麦掉了，耳麦掉了，你看姿态。救命啊！对，我也听不清耳返的声听不清耳麦后来的时因为我的耳返掉出来了。而且他电我，老师们，我的耳麦电我，干扰训练是吗？他电我的耳朵，他电我。他说耳麦掉出来了，有点漏电，所以他没听清他给我们的解释是。感谢老教授救我们。还得你不错，可以，很好。那个劳教授跟你说对话，你听到了吗？劳教授跟我对话。不是劳教授他的，我知道你为什么，是劳教授讲话的时候我这个掉了。我也是啊，掉了之后你自己没给他摁回去吗？我怕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看不看得到，我们就没敢。哦，这个没关系。其实这个时候，即便观众能看到，也要扶，没关系。他不敢。没事儿，这个是经验问题。正常来讲，即便直播镜头对着我，耳机掉了我也要扶上去。对，也要扶。这是我和外界唯一沟通的渠道了。因为你耳机扶上去这个动作很正常，虽然有点不在计划之内，但是如果你听不到导播的声音，你们怎么去完成这次直播呢？对，是的，这几乎是你的枪啊！你就想很多歌手一边唱一边会把耳麦揪掉，其实它很正常，没问题。但你们依然很淡定，都听不到，还能够做这么专业，很好。蛮好。可以。休息吧，快休息吧。善良，1分钟啊。这回导师都很柔和。他们已经前面太紧张了，你再不让他们放松一下，要命了。而且这个新闻确实是难，但是还是很好了。凭什么脑前额叶？凭什么？凭脑前额叶。我那个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以为是患者，结果他掉了一只海马。天哪！我今天梦里都是海马，我跟你说。你们要不要搬个凳子？给你搬个凳子坐过来。谢谢。子泰，你一起坐吧。哎，谢谢。不是，我给你搬，哦，谢谢。好的，好，拜拜姐。好，拜拜。你们有什么问题找我交流啊？好，拜。我发现了，新闻主播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是我那会儿还跟师姐说呢，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在上场前不紧张啊？究竟要主持多少活动才能在上场前不紧张？就是我到底要主持多少场活动，我才能上去不紧张啊？对，好难啊！永无宁日，将永远紧张。但我觉得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不让观众看出来你紧张。我们不要给自己这么多压力啊！有机的紧张其实是有利于表达的。我感觉如果完全松懈着上去的话，状态不会很动人。适度的紧张，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诗文有一种很强的能引领你走的感觉。有他在我放心多，是吧？就是觉得很靠谱，踏实，很踏实。就即使我崩了。这就是我跟诗文之前在本科期间我们俩一起合作的时候，我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任何事情只要你和诗文沟通，他就一定会给你一个解决办法。真的2个字，靠谱。感觉我可能就是打工人心态吧，我是来干活的。别夸了。靠谱，太靠谱。我觉得不会淘汰大家的，我觉得不会淘汰人。我有预感。在这个。哎呀，揪心一轮呐！哎呀，各位最看好哪一组？哎呀，那有点难说呀。各有千秋，真的。风格真的不一样。对，我们梳理一下，第一组是韵玲和王玉，男播女播，他们其实都很沉稳，对，这基本的要求都做到了。但他俩也就是无功无过，给人那种感觉。但是权利老师刚才说，及格线有的时候就是100分。对，这个行业当中，所以这可能已经是非常难，非常厉害，没有留任何问题。最精彩的是总结的部分，非常的流畅，然后提问的部分是非常好的，而且时间恰到好处。对，第二组是雨佳，雨佳真的好惊艳，雨佳前半段播的部分
非常惊艳。终极疆域，爬行类、鸟类、非人灵长类，世界首次单神经元分辨率的全脑连接图谱。就那些内容，其实我要看，我都其实不一定看得明白，但是它一播，我感觉往我脑袋里钻，语言流舒服吗？对，非常舒服，重音非常清晰。这个世界怎么样？在你的角度看来，专业上，第一哈，真第一，哇塞，太吓人了。后半段好像稍微有点瑕疵，但不知道这个瑕疵在导师那儿评分占怎样的比重？我觉得，导师会考虑那一部分，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主播，当我们要去连线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干嘛？我们是在提3个问题撑满2分钟吗？我们不是，我们是在一个专业人士那儿得到更多的关于这条新闻的补充和扩展。所以这是一个骨子里的问题，我觉得导师会看到这一点。会看到，所以他可能是很好的评论员啊，但是在采访的时候需要一些经验，然后最后就是子泰这一次，全林老师看了之后揪心吗？心里挺揪心的，就是因为主播的确是个高压环境，然后高压环境一旦你在开始前就怯了，你就出错的概率会更高一点。是的。就是后面他会放大自己的一个错误，比如说吃了第一个螺丝，然后他会觉得说下一句话的时候说，我刚才吃了一个螺丝，导师听见了吗？他想这句话的时候，下一句一定再会吃一个螺丝，这是循环的。说翻篇就得完全翻篇。演员如果接下来要上一个镜头高难度，会给自己有怎样的心理建设吗？会有一些紧张，但是我觉得这个紧张的度拿捏好是好的，对于演员本身是有帮助的，就是它会提起我的一个兴奋度和我的一个专注度。我觉得其实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节目里面，它不是达到你的一个预期，你的对手给你的那个反应不是说你想象他给你的一个反应，那你就要做出一个即兴的，就是互动是真实的，所以你要忘掉你就是准备好的一些设计啊，或者一些想法，你当下你是要沉进去的。那你如果再去记词儿的话，也是会很容易像子泰一样，就容易紧张磕巴。我觉得任何一个除了像罗京老师那样的几乎零差错的17分钟对大腕儿之外，我觉得就是多少都会有瞟一下的时候。哇，但这个对我来说真的还是有一点难的，因为我也播过这个样子的，去那个中国电影报道播过，然后就是它也是有图的。去了之后，稿子上面才会告诉我在哪一句话的时候，它会上图，上在你的左手还是右手。但是你的提词器里面是没有图的。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是如果你要这样播的话，提示器对你真的是个提示作用，不是用来读的。如果你用来读，你完蛋。它的节奏，所有的信息都被它抓过去了。对，所以其实你得要复述这段新闻，提示器只是为了给你一点点提示而已。我们课堂训练的时候有一个训练方法，就是他念完了提词器之后关掉，然后把他拉过来，你给我讲讲刚才那个说了啥？哇，就他自己先吃透。就有的人他的念就是以文字为主，他只是把它念出来。这时候你回头对回头问刚才新闻说了啥？其实也不知道。但这个时候你拉过来，他很流畅的跟你说啊，刚才其实就是说这个前额叶呀，非人的这个灵长类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所以那个脑图谱那新闻到底说了啥？我当时也是这样子尝试过，发现确实播新闻的时候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你把那篇新闻稿件真的去花时间消化掉那些背景查了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说的东西自信，而且对于那个重音啊那些的判断，包括断句，对断句啊、扬停啊那些东西，还有它的停连这些，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这跟咱说台词也差不多，其实还挺像的，挺像。你看，真的很多的职业走到最后都很一致，比如说脱口秀和演员，走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智胜也演了很多戏，对不对？哎，咱不提呢。你之前有一段哭戏啊，没哭出来。那一天拍了2场还是3场哭戏，前面那一场哭得特别好，啊，导演都过来抱抱我，然后接着说，智胜你准备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1场哭戏，死活哭不出来了，全场100-200口的人都在那等你，就你很着急，压力特别大。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就是这个女生的经验啊。太好了。演完一条的时候就放空，然后就比如说你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多喝水，你就把那个思绪先清空，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稍微再安静一下。我需要一个就是给自己松掉的过程，不然太紧，一直紧你就越憋越没有。
然后包括对手给你很多新鲜的一些刺激，有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给你一个拥抱，或者说一句什么台词，那一瞬间你就有一点触动。所以好的对手也可以给你很好的安全感。像我出道的时候，其实拍过新版《红楼梦》，然后跟归亚蕾老师啊，这些老艺术家老师，他们对你的这个托举是非常有安全感，所以影响到你后面的演绎的这个道路。包括后来有迅姐、周迅老师这样的，哇，他们的那种眼神的交流，这个是语流是吧？我们可能就是心流，就是你会觉得感受到他的那种能量，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进去，然后就很流淌，就是那种感觉。哇，代代传承。好，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刚才他们在这个课题上的表现，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在访谈组他们表现的怎么样。比较期待了啊，很期待了。你是比较想看伊丽静老师吧？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嘉宾老师来了，已经有点紧张。他访谈我访谈他。你是什么专业？你怎么界定了主持人？你认为的主持人是哪一种？简单的方式指的是什么？梁田来了，田上春生入境来，很有设计感，好喜。太依赖于自己的提纲了。你觉得自己漂亮吗？啊 ？Oh no！ 啊！所谓的毒舌，您对于这个标签会有负面的一些情绪吗？怎么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能不能跟我分享一张您觉得特别会漂亮的一张照片？他到底要问什么？完全失控了，很要命的一个问题，很难受。我是很失望的。我们去考量淘汰2个，只剩最后一个了。不是。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9月12日起，周五、周六12点 S 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周日12点 S 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享更多精彩内容。周一12点 S 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